如果今天你考到一个边缘的分数，什么叫边缘的分数？比如说学校要求的是645，但是你考到了635，这个是往往到了下半年很多同学会有的烦恼。你考到的分数比较边缘，那你可能未来还想要继续再考，那这个分数我到底是要先送出去呢，还是说先不用送？也就是说，有些同学会想，有没有可能今天我如果未来考了675，结果前面我送过635，学校会觉得哦这个印象不好，然后影响我的录取，影响我的进第二轮的几率。那我要在这边先讲结论，这是绝对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学校看成绩的 process，学校看成绩不是如同你想的说，哦，好像今天你选择送分之后，这个分数 biu 一下子就到了学校的招生人员的眼前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考完之后，你选择送分，这个分数呢，会直接去送到一个专门的 portal，跟学校的这个连接的客户端，送到这里面去存起来。然后呢，学校呢会用一些就是自动化的程式来去配对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学校的人还不会去看这个分数。学校他们到底是怎么看你的分数呢？首先，你之后要去申请的时候呢，他会让你去填一个自己回报的分数。你考了645就填645，呢，他就会用这个分数搭配上你的申请资料，搭配上你的其他的语言考，去决定说要不要让你去进到面试官，或者是最后要不要让你去入学，完全都是以你自报的分数为主。但是最后在决定发放给你录取许可的时候呢，他会去查核这个分数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是先看到那个系统里的分数，再去决定要不要给你 offer，再去决定要不要给你admit，他是用你自己回报的分数来去决定。但是最后，当他决定要给你 offer 的时候，他会去比对。那如果今天比对的结果不符合，他就不会给你 offer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再回来讲刚刚那个案例，如果今天你考到一个边缘分数625、635，好，那学校的标准是645，那你之后又考回来675，会不会有你所担心的学校看到你之前有不好的成绩的这种状况呢？并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决策的时候就是用你所填的那个分数，最高675，所以他看到是675，他把这个你所自填的分数拿去跟你所交上去的其他资料放在一起，而在即将录取的那一刻，他才会回来去看系统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分数。送分的好处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新版 GMAT，它是可以显示你所送出去的分数，在学的所有的他所收到的分数的成绩单的 pool 里面，你的排名是第几位？那如果排名90几的话，当然我们就不一定要考虑再考。如果排名比较低，比如说60几、50几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更有信心要再去考试。以后你考完试，如果你考到的分数是比较边缘的分数，不要犹豫，请你直接送分。